我闭着眼，眉头紧锁，仿佛还沉浸在上辈子的地狱里。酸雨灼烧着皮肤，雨水、汗液与血液黏腻地粘在衣服上，整个人像被扔进火海般煎熬。我拼命挣扎着，想逃离这股热浪，猛地坐起身来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意识才渐渐回笼。眼前是昏暗却整洁的房间，被褥带着干净的馨香，完全没有酸雨的腐臭。身下的电热毯热得发烫，显然开了很久。枕边的手机一直在响，我木讷地接起喂。婉婉啊，我们明天就到 M 市，你们一家记得明天下午3点来车站接我们呀。电话里传来张兰尖锐的声音，背景还有些嘈杂，这熟悉的话语像惊雷般炸响。我瞬间想起，这是末世来临前1个月，二舅胡志强一家趁着放寒假要来我家玩的通知。我心中满是不可置信，赶紧下床拉开窗帘，阳光瞬间涌进房间，耀眼得让我眼眶泛红。这是末世爆发后再也看不到的明媚阳光。屋外蓝天白云，街道井然有序，完全没有被酸雨侵蚀后的满目疮痍。喂，婉婉，你还在听吗？张兰的声音还在催促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手机屏保清晰显示着日期，2036年12月25日，正是末世爆发的前1个月。我重生了，眼泪再也止不住的滚落。我真的回到了一切悲剧发生之前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拼尽全力保护好我的家人。上辈子胡志强一家来后没多久，毫无预兆的酸雨就开始倾泻，以下就是3个月。我们6口人被困在城里的房子里，食物一天天减少。1个月后，社会秩序崩塌，人为了一口吃的烧杀抢掠，胡志强一家也彻底暴露了本性。他们霸占了主卧和客厅，把我们赶到狭小潮湿的杂物间。爸妈林建军和苏慧太过善良，拦住了想要反抗的我，不愿和亲戚起冲突。可这份善良却成了胡志强拿捏我们的把柄。食物耗尽时，他们逼我们出去寻找物资，最终我们在回程路上遭遇抢劫，物资被抢光，人也惨死在酸雨的侵蚀下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打开房门去找爸妈，刚出门就对上他们布满红血丝的浑浊眼睛。林建军和苏慧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哽咽着喊出我的名字，婉婉。我瞬间明白，他们也重生了。一家3口紧紧相拥，这一次我们绝不会再分开。苏慧很快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，全是我爱吃的菜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餐桌上，饭菜的香气萦绕鼻尖。爸妈不停给我夹菜，我看着眼前的温暖，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我把胡志强一家明天要来的消息告诉他们。林建军沉默着起身去阳台抽烟，苏慧握住我的手，婉婉，我跟你爸商量好了，我们回老家去。老家是 M 市山里的一个小村庄，年轻人大多进城买房定居，村里只剩几户孤寡老人。之前林建军想接爷爷林守义进城，可老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，不愿折腾，爸妈便出钱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了。直到去年爷爷去世，房子就一直空着。我思索片刻，觉得这主意再好。不过老家的房子翻新才3年，设施都很新，为了方便爷爷，还装了独立净水系统，和太阳能底下还有个地窖，简直是完美的末世堡垒。那胡志强他们怎么办？这房子他们爱住就住，难道还能是什么宝地？苏慧的声音带着哽咽，上辈子这栋楼里出了不少恶霸，我们家受了太多委屈。我揽住她的肩膀，妈，别怕，这辈子我们一定能好好活下去。第2天下午，我们准时去车站接到了胡志强一家。刚碰面，张兰就抱怨起来，怎么这么半天才到？不是说好了3点吗？这大冬天的多冷，冻坏我家小胖怎么办？他口中的小胖是胡志强的儿子胡小胖。张兰这辈子都在炫耀自己生了儿子，是胡家的功臣，还总拿这事打压只有我一个女儿的苏慧。胡小胖被胡志强抱进车里，坐在我身后，用脚使劲蹬我的座椅，嘴里还骂着穷鬼坏蛋，想冻死我吗？我攥紧拳头，强压下怒火，没有理会。昨晚我们已经商量好对策，就说要回老家给爷爷上坟，把城里的房子让给他们住，然后我们趁机溜之大吉。没有我们的庇护，我倒要看看他们一家怎么在末世里活下去。车里只有胡志强一家的吵闹声，我和爸妈都沉默着。突然，我的余光瞥见路边一抹红色招牌，立刻喊道：爸，停一下！爸，我去给小胖买点零食。林建军迅速靠边停车，我推开车门，说完不等他们回应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身后传来张兰尖锐的声音：哼，还算有点眼力见，以后她嫁了人被婆家欺负，还不是要指望我们家小胖？我懒得理会，径直朝着那间彩票店走去。这是上辈子我偶然得知的中奖号码，这辈子它将成为我们末世囤货的第一笔启动资金。我当即买下这组彩票，捏着薄薄的纸片，心中满是庆幸。上辈子的苦难没有白受，这一次我们终于有了主动权。回到家时已是晚饭时间，一开门就看见胡小胖的玩具扔得满地都是，林建军和苏慧还在厨房里忙碌，胡志强一家却已经坐在餐桌边自顾自吃了起来。我连忙把爸妈拉出来一起落座，张兰的筷子在菜盘里翻来翻去，每道菜上都沾着她的口水，还不满地抱怨：我说大姐啊，大过年的就做这么几个菜，连鸡鸭鱼肉都没有，这不是耽误我们家小胖长身体吗？我瞥了眼胡小胖，他碗里的肉都堆成了小山，才6岁就腰35公分，72斤，浑身都是肥膘，这叫营养不够。我假笑着回应：二舅妈别急，明天我爸在大酒楼定了位置，到时候让你和小胖吃个够。张兰这才闭上嘴，继续埋头抢菜。吃吧吃吧，往后可没这么安稳的日子了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们围坐在客厅看电视，和上辈子一模一样。新闻开始播报，国外多地乌云蔽日，已连续下了半个月酸雨，且雨势毫无减弱趋势。我和爸妈对视一眼，心中了然，距离酸雨降临只剩下28天了。二弟啊，我爸刚去世没多久，老家的房子本来想年后再收拾，结果村长打电话来说，家门口那棵核桃树倒了，砸破了屋顶，我们得赶紧回去看看。他叹了口气，满脸焦急。那房子刚修没几年，我爸的坟就在旁边，我不能让老人家走得不安心。车票已经买好了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。胡志强立刻拍案而起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今天刚来，你就要撵我们走？大过年的到处涨价，你让我们去哪住，去哪吃？张兰也摆起脸色，尖声道：就是大哥，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居然赶人！那核桃树早不倒晚不倒，偏偏我们来了就倒，说出去谁信啊？眼看冲突要爆发，我妈赶紧起身打圆场。二弟，你别急，你哥不是这个意思。胡志强指着他的鼻子追问：那你们是什么意思？你哥是说，你们安心住在这儿，好好玩，等我们处理完老家的事儿就回来。我妈拉下他的手，语气温和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要是还需要别的，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让人送货上门。强和张兰对视一眼，眼里满是算计。我心中冷笑，有什么好算计的？等我们回了老家，天高皇帝远，末世一到，他们连报复的机会都没有。次日一早，我们收拾好行李出门时，胡志强一家还在睡梦中。到了车站，我让爸妈先回 M 市，给他们分享了不少末世小说，让他们恶补生存常识，顺便租个大仓库，按照清单筹备物资。我则暂时留下来兑奖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在酒店住了3天，终于等到兑奖日。我一早租了套玩偶服，遮得严严实实去彩票中心兑奖，看着手机收到的到账短信，开心的差点跳起来。随后，我立刻给张兰赚了2万块钱，让他们带胡小胖去游乐园玩，接着去超市买了几套针孔摄像头和2个超大行李箱。做好准备后，我拿着东西回到小区，躲在花园隐秘处观察。不到10分钟，胡志强一家就穿得光鲜亮丽的出门了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我赶紧溜回家，在厨房、客厅、卧室、阳台各装了一套针孔摄像头，然后把冰箱彻底清空，连调料都没留下，只给他们剩了一把小白菜。接着又清理了卧室里剩下的衣服和棉被，做到真正的一无所有。看着空荡荡的家，我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，突然想起胡小胖的零食，又折回去把所有零食都顺走，连张糖纸都没放过。我把这些零食分给小区楼下的大爷大妈，还有意无意提起国外的酸雨预警，提醒他们多囤点物资。至于他们信不信，就不是我能操心的了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赶紧买了回 M 市的机票。爸妈已经打电话来说，仓库和物资清单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我回去。在 M 市的5天里，我们按照清单疯狂采购，米面粮油300斤，零食100箱，各类水果罐头100箱，蔬菜20箱，水产干货100箱。腌制食品100箱，鸡蛋牛奶50箱，冷冻食品100箱，调味料50箱，速食100箱，各类肉类各50斤，还有200箱纯净水。生活用品也没落下，100箱卫生巾，100箱纸巾、毛巾，还有100包蔬菜水果种子，100斤肥料和50个大花盆，以备末世种植之需。考虑到后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，我们又添置了10台制冰机、10台暖风机、12张电热毯、10台柴油发电机、10箱防身用品、100箱各类药品。最后还买了5个大冰柜和3台冰箱。看着租来的仓库堆得满满当当，我们心中满是踏实。这几天我抽空看了家里的监控，胡志强一家靠着我赚的2万块钱，每天睡到下午才醒，醒了就出去玩到深夜才回，压根没发现家里已经空了，也没找我们的麻烦。从市里到老家还有5个小时路程，林建军订了一辆大货车，我们商量好，他开货车，我开小车，分批次运送物资。苏慧留在老家整理，山里的房子相隔很远，门前的路也是自家修的，所以我们来回运送物资也没引起任何人注意。5天后，我瘫坐在老家的沙发上，累得不想动弹。此时距离末世来临还有14天。正午的阳光透过门前郁郁葱葱的核桃树，洒进堂屋，驱散了冬日的寒意。这栋房子共3层，外加一个地下室，空间十分宽敞。地下室并非普通泥窑，当初为了包裹净水系统，特意用剩余的水泥和瓷砖装修过，就像大平层的4室2厅，完全不用担心漏水和蛇虫鼠蚁。下午，林建军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突然一拍大腿走进屋，家里还缺点东西。缺什么？缺个院墙。没有院墙，家里就是敞开的，真出点事，连个保障都没有，不安全。还是老爸考虑的周全，林建军立刻打电话联系修院墙的师傅，特意要求墙体混上钢筋混凝土，内侧再围一圈铁围栏，还得通上电，筑牢我们的末世安全防线。第2天一早，修院墙的师傅们就带着材料赶来，看着清一色的优质建材，师傅打趣道：你们家这是防啥呢？又是加高加厚，还装铁栅栏，也太严实了。林建军递过去一根烟，笑着解释：本来就打算修院墙，听说山里近来有野兽出没，咬了好些村民家的鸡鸭，我们也怕遭罪。老师傅，辛苦你们加把劲，3天之内能完工，我家双倍工钱。
师傅一听这话，乐呵呵的接了烟，转头就招呼众人动工。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第3天下午，院墙就彻底垒好了，又高又厚，内侧的铁围栏铺上垫后，这栋房子才算真正成了坚不可摧的末世堡垒。晚上，我们一家3口围坐在一起吃饭，电视里的晚间新闻正在播报，多地已开始降雨，专家预测后续可能出现酸雨，提醒市民做好防护，囤积纯净水等物资。这日子比前世早了好些天吧？苏慧放下碗筷，语气带着担忧。早了几天，具体原因说不好。林建军眉头紧锁，我拉住他俩的手安慰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守着这院子就什么都不用怕。两人重重点头，眼里的不安渐渐消散。我们平静地等待着末世降临。倒数第5天，乌云连绵了好几日，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，雨却始终下不下来。我正忙着给充电宝和平板充电，末世后水电会陆续中断，我们特意买了200个大功率充电宝，还有一堆平板电脑，提前下载好了电视、电影和小说。就在这时，张兰的电话打了进来。林婉，你妈不是说家里冰箱啥都有吗？怎么是空的？二舅妈，这么多天了，怕是你们吃完了才想起打电话吧？你别瞎说，要不是你给了钱，我们根本没动冰箱。要不是一直下雨，我才懒得问你。张兰理直气壮。M 市已经下雨了。我有些意外，看来末世真的提前了。别扯没用的，赶紧买东西送过来，饿坏我们家小胖，看我们不找你麻烦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不知何时起，外面刮起了风，吹了好一阵才停。我放下手机，望向窗外，第一滴雨水砸在了玻璃上，紧接着更多雨水淅淅沥沥落下，山里瞬间被一层雾气笼罩，末世正式开启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，一看是张兰的电话，直接挂断并拉黑了他们所有联系方式，窝在温暖的被窝里翻了个身，听着雨声继续睡，直到中午苏慧叫吃饭，我才慢悠悠起床。下楼时看见林建军正坐在门口抽烟，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院子里的水泥地面布满了浅浅的凹坑，还泛着阵阵白烟。这酸雨的腐蚀性居然比前世强这么多，我突然想起天台上的太阳能，刚要抬脚过去就被林建军叫住。别去了，等你醒了早来不及了，该收的我都收好了，就是以后洗澡没那么方便了。我摸摸头笑了。冬天不用每天洗，实在不行烧水也行。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，这雨不对劲。林建军吸了口烟，语气凝重。餐桌上，林建军做了决定，看样子比上辈子要严重得多。把地下室收拾出来，我们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。这酸雨连水泥地都能腐蚀，老家的房子再新也扛不住。还好地下室当初装修时没偷工减料，足够安全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打开家里的监控，看到画面的瞬间，拳头不自觉捏紧了。曾经住了多年的家，被胡志强他们翻得乱七八糟，垃圾遍地都是。3个人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茶几上堆满了打开的零食和烟头。虽然这房子我们已经放弃了，但被这么糟蹋，心里还是一阵难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别气，总有让他们付出代价的那天，不会太久。我又点开小区交流群，物业发了紧急通知，此次酸雨来得猛烈，要求居民尽量居家，避免外出，如需出门务必做好防护。多地因酸雨引发灾害，政府正在积极抗灾，请民众不要恐慌，配合响应。前世我也收到过类似通知，但酸雨一下就是3个月，伴随而来的还有变异动物袭击，比如拳头大的蚊子，虽然吸一口最多贫血，但携带的病毒几乎无解。当时救援人员忙不过来，医院人满为患，很快就出现食物紧缺、秩序崩塌的情况。而最恐怖的从来都是人心。前世因为临近新年，又有胡志强一家上门，苏慧备了很多年货，还多杀了一头猪。我们一家在下雨第1个月没出门，躲过了酸雨和吸血蚊。最终却栽在了胡志强一家手里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了。没过多久，院门外传来汽车鸣笛声。我探出头一看，来的是王德发和一个青年。林建军和苏慧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坐了没一会儿，王德发就说明来意。林建军啊，说起来我们还是远房兄弟，一个村的沾亲带故。这酸雨来得突然，好多地方受灾，村里决定整合各家物资，合理分配，大家一起渡过难关。我和林建军对视一眼，瞬间了然。这些人平时老死不相往来，一有事就攀亲戚。所谓合理分配，到头来谁多分谁少分，还不是他们说了算。林建军故作难办的挠挠头。王德发，你也知道，酸雨来得太突然。我们本来是回来给我爸上坟，收拾完就回城过年的，压根没准备多少东西。现在被雨困住，我们还想着问问村里能不能帮衬一把呢。听完这话，王德发的脸色顿时难看了不少。他身边的青年立马跳了起来：你家后头藏着那么大辆货车，明显是运东西的，怎么可能没准备？要是啥都没有，你修这么坚固、这么高的院墙干啥？我这才认出，这青年是村里出了名的地痞流氓王虎，平时偷鸡摸狗，还爱耍小聪明，想来是他怂恿王德发上门的。王虎，我家货车大，院墙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林建军横了他一眼，语气严肃。难道凭这些就能认定我家藏了物资？
我们是下雨前回来的，难道还能未卜先知，提前备好东西回来避难？王虎被对的说不出话，王德发眼看形势不对，赶紧打圆场，做了没多久就拉着王虎走了。看着王虎离开时那不服输的眼神，我知道他肯定没死心。我跟林建军和苏慧说了自己的判断，他们也觉得王虎不会轻易放弃，叮嘱我务必提高警惕。晚饭时，胡志强一家又往苏慧手机打电话，我直接拿过来挂断拉黑，顺带把林建军手机里他们的联系方式也一并处理，断了他们所有联系我们的可能。打开监控一看，张兰因为电话被挂，气急败坏的砸了家里不少东西。够了，他们不接电话，你砸东西有什么用？胡志强，呵斥住他，把你身上的钱都拿出来。外面物价越来越高，再不买食物就买不起了。这些钱是留给小胖以后用的，饭都吃不饱了，还留什么钱？钱没了，能再赚；人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胡志强态度强硬，我出去买东西，你在家照顾孩子。我嗤笑一声，胡志强总算还算有点脑子，知道孰轻孰重。深夜，我正躺在床上玩手机，突然听到院外传来窸窸猪几的声响。我没开灯，轻手轻脚走到窗边，撩起窗帘一角，夜色里有几道人影正凑在一起，商量着怎么翻过院墙。果然，王虎没死心，我立刻敲响林建军和苏慧的房门，把他们叫醒。原来王虎回去后，召集了村里3个无赖同伴，相约半夜来我家探底。院墙又高又陡，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翻进院子。一人掏出铁丝，3、2下就撬开了大门。4人摸黑在屋里到处翻找。半小时过去，他们一无所获，聚集到堂屋抱怨：虎子，你不是说他们家有好东西吗？怎么连个毛线都没找到？对呀，你该不会是忽悠我们吧？王虎坐在沙发上，疑惑道：不可能啊！他们家有大货车，肯定藏了东西。我记得他们修房子时挖过地窖，好东西一定在里面。这王虎倒是有点小聪明，可惜打错了主意。谁在那儿干什么呢？林建军突然打开堂屋大灯，举着铁锨站在门口，气势十足，瞬间唬住了王虎一行人。好你个王虎，贼心不死，今天非得好好收拾你！说着就扬起铁锨要动手。王虎4人吓得赶紧从窗户翻出去，院子里林建军下手毫不留情，打得他们四散奔逃，叫苦连天。别看他年纪大，平时干体力活练出的手劲可不小。其中一人想跑去开院门，可这院门是特制的，根本没那么容易打开。眼看院门走不通，他们又想翻院墙逃跑，我赶紧启动电网。王虎的手刚碰到围栏，就被烫得通红起泡，疼得说不出话。其余几人没收住力道，也或多或少被电伤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们只能跪下来求情，赌咒发誓再也不敢打我们家的主意。磨了好一阵子，苏慧才不情不愿地给王德发打电话，让他来把人接走。后半夜，院子里终于恢复安静，我们却没了睡意，围坐在屋里烤火。爸，你说王虎还会来吗？我问道。林建军搓了搓手，不好说，要是后面食物紧缺，他说不定还会铤而走险。房间里只剩彼此的呼吸声，我闲着没事，又打开监控看胡志强一家的情况。画面里，胡志强狼狈地跑进屋里，放下手里的袋子，就瘫在沙发上动弹不得。张兰赶紧去看袋子，里面只有几包方便面、饼干，数量少得可怜。她立刻抱怨起来：出去这么久就弄回这点东西，狗吃几顿啊？小胖吃这些也没营养。胡志强气得坐起来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你还想要营养？这点东西都是我跑了好远才抢到的，外面到处都在疯抢，我躲到现在才敢回来，不然连这些都没有。张兰吓得缩了缩脖子，小声辩解：我就随便说说，我乱说的了。胡志强把一肚子憋屈都撒在了他身上，后面全是毫无意义的争吵，偶尔还夹杂着对我们家的咒骂。我关掉手机，不再关注他们。城里的混乱程度显然比我预想的更严重，这才只是开始。我暗自庆幸，幸好我们一家早早就回了老家。虽然村里也有不安分的人，但总比城里的豺狼虎豹安全得多。天蒙蒙亮时，林建军催我们去睡觉，他自己留下来守夜。酸雨降临半个月后，腐蚀性越来越强，院子里的水泥地面几乎被侵蚀殆尽，房屋墙面也布满了坑洞。即便林建军每天都用水泥修补，也扛不住24小时不停歇的雨水冲刷。万幸的是，修院墙时林建军特地加钱，要求混合了防酸雨材料，所以在高强度侵蚀下，唯有院墙完好无损。考虑到房屋安全，我们一家3口开会讨论了1个小时，全票通过搬到地下室居住的决定。物资太多，我们勉强清理出2张床，把不急需的东西转移到堂屋旁的房间上所存放。当初买针孔摄像头时，我特意多买了几个，就是怕后期能用得上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我拿出2个安装在1楼、2楼淋不到雨的地方，连接到电脑上，这样我们在地下室里也能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。山中无岁月，转眼又是半个月过去，山里的雾气越来越浓，往常能望见的对面山头人家，如今连院门前老核桃树的树冠都看得模糊。受酸雨侵蚀，原本郁郁葱葱的草木早已枯黄，四周静得听不到一点生命气息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一家3口。好在日子并不枯燥寂寞，我们一起整理搬运物资，将地下室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空闲时，林建军和苏慧把蔬菜水果种子撒进花盆，满心期待发芽的那天，我也跟着他们打太极锻炼身体，日子过得悠闲又踏实。
某天想起胡志强一家，我再次打开监控，画面让我有些意外。曾经的家已经被赵磊和孙浩占领，胡志强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，不知死活。张兰抱着胡小胖，瑟缩在墙角，三人都瘦得脱了形。我翻看了前1个月的监控回放，才知道他们的遭遇。从胡志强第一次出门买物资开始，他每隔2-3天就得出门一次，但带回来的东西越来越少，花的钱却越来越多。张兰不停抱怨，胡志强也满心烦躁。胡小胖因为吃不饱经常哭闹，还挨了胡志强第1次打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多月，城里灾害频发，小打小闹没人管，物资价格疯涨，偷盗抢劫成风，社会秩序彻底崩塌。后来胡志强也学着去抢，可运气太差，第2次就遇上了楼里的恶霸，180公分的肌肉壮汉赵磊，带着个178公分的小弟孙浩，两人都不是善茬，胡志强一家毫无悬念的被制服。从那以后，胡志强就成了赵磊和孙浩的沙包，不管他们高不高兴，都拿他出气。外出抢夺物资时，也总是让他打头阵。要不是赵磊和孙浩看不上张兰，他恐怕也难逃魔爪。终于有一天晚上，胡志强一家想夺回房子，可他们实在自不量力，最后胡志强被打晕过去。张兰和胡小胖的日子想来也不会好过。我长叹一口气，小区交流群里，物业当初转发的国家抗灾通知还挂在顶端，可群里已经好多天没有新消息了。这场末世终究还是让太多人陷入了绝境。地下室外飘来火锅的香气，在这阴雨连绵的寒冷末世里，格外让人感到安心满足。饭后，我和林建军在客厅重温一部老电影，苏慧在厨房收拾残局，正看得投入时，厨房突然传来苏慧的尖叫，我俩立刻起身冲过去，就见灯泡下盘旋着一只拳头大的蚊子，嗡嗡声刺耳又吓人。我和林建军对视一眼，瞬间绷紧神经，这是上辈子带着致命病毒的吸血蚊。我转身飞速拿出提前备好的杀虫药和电蚊拍，幸好目前只有1只，很快就将其解决，还顺带对蚊子飞过的区域彻底消毒。我们心里清楚，既然出现了1只暗处，肯定还藏着更多。雨天本就是蚊子孵化的绝佳时机，我们赶紧拿出所有灭蚊设备，把家里里里外外翻查一遍，果然在厕所找到了3只成虫和不少蚊子幼崽。彻底清理干净后，又做了多层防护措施，这才稍稍放心。吸血蚊肆虐了短短1周，即便我们防护的万无一失，苏慧还是差点遭殃。吸血蚊刚伸出口气，就被林建军用电蚊拍电晕，接着用杀虫剂闷死。但蚊子口气太过锋利，苏慧还是受了点皮外伤，即便我们立刻用药处理，她还是发烧了2天。直到2天后伤口愈合，烧退下去，精神渐渐好转，我们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。山里的冬天向来比城里寒冷，可今天我却觉得电热毯烫得难受，早早便关了。深夜12点，我准备放下手机睡觉时，突然意识到电热毯已经关了2个小时。换作往常，哪怕是昨天，我早该冷得睡不着，今天却毫无寒意。我起身去厨房查看温度计，指针赫然指向26摄氏度，这根本不是这个季节该有的温度。我赶紧跑到林建军和苏慧的房间，把他们叫醒。林建军坐在客厅抽烟，苏慧披着衣服，脸色还有些虚弱。半晌，林建军吐出一口烟圈。其实从酸雨降临那天起，不管是时间还是其他事，都和上辈子的记忆不太一样了。他看向我，语气沉稳。婉婉，趁着还没停水，赶紧打开制冰机，把风扇也拿出来，做好应对高温的准备。说着，他搂住忧心忡忡的苏慧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辈子我们准备充分，一定能扛过去。听完这话，我心里瞬间安定下来。是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一家3口相依为命，还有充足的物资，就算到了最坏的情况，也不会留下遗憾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做好了所有准备，严阵以待高温的到来。接下来3天，气温一直稳定在26摄氏度，却突然冒出一群变异红眼耗子，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。手忙脚乱，一阵后，我们摸清了耗子的致命弱点，处理起来也渐渐得心应手。第3天下午，太阳穿透酸雨和山间浓雾，洒在了院子里。林建军刚处理完一只红眼耗子，把尸体扔在角落，就见那具尸体在阳光下瞬间变成了薯片，慢慢干瘪蒸发。之前扔出去的其他耗子尸体也都以同样的方式消失。我见状，把手里还没断气的耗子扔到阳光下，他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成了干尸。我和林建军对视一眼，心中了然，高温末世来了。晚饭时，我们全家都换上了清凉的夏装，苏慧做了爽口的冰粉和凉面。短短几个小时，气温就飙升至42摄氏度，而且还在持续升高。幸好我们住在地下室，温度比室外低不少，但也有35摄氏度。第2天一早，我被热醒时，外面的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，气温竟涨到了惊人的60摄氏度，地下室里也有48摄氏度。我打开房门，一股凉意瞬间袭来，舒服的每个毛孔都舒展开。林建军不知何时在客厅堆满了冰块，风扇对着冰块不停吹风，简直和开了空调一样凉爽。我安逸地瘫在沙发上，等着苏慧的投喂。之前种下的蔬菜种子也已发芽，郁郁葱葱的一片，透着生机。第3天，气温继续攀升至65摄氏度，或许是雾气的缘故，阳光没有昨天那么灼烈。太阳西斜，我们刚吃完饭，就听到外面传来汽车鸣笛声。打开监控一看，又是王德发和王虎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他们还带了2个陌生男人，手里都拎着铁锨，来者不善。果然，林建军说的没错，王虎根本不会轻易放弃。10分钟后，王德发笑眯眯地坐在四面漏风的客厅里，王虎和另外2个男人则气势汹汹地站在他身后。林建军递过去一杯混着泥沙的水，这世道难啊，只能将就着喝了。王虎看到那杯水，瞬间跳了起来。你少假惺惺的！我们饿得连草都吃不上，你们却跟以前一样圆润，
还好意思说日子难？王虎，我正要反驳，就被王德发打断。他依旧挂着假笑，看向林建军。林建军啊，都这时候了，你们也别藏着掖着了。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理应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村里都是孤寡老人，今年这天气颗粒无收，你让他们怎么活？要是你爸还在，肯定不会坐视不管。我瞬间明白，他们是笃定我家藏了大量物资，压下心头怒火。我开口道：王德发，村里有困难该找村委会，总跟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计较算什么事？更何况我家这房子空了快1年，哪来的多余物资？林婉，你是小辈，这里轮不到你插嘴。王德发低声呵斥我。林建军笑着打圆场：婉婉也不小了，该让她参与这些事了。你看王虎不也跟着你忙前忙后吗？王德发收起假笑，语气强硬起来：林建军，我不跟你打太极，明说了吧，现在村里困难，家家都得出力共度难关，要是你们不方便，我们也可以帮忙拿。话音刚落，他身后的2个男人就举起铁锨，眼神带着威胁。林建军站起身，给了我一个眼神，我立刻心领神会，悄悄往门后走去。王虎一直盯着我，上次被电伤的仇他显然没忘，见我要走，立刻大喊：不能让林婉跑，他要去开电网。说着就带着那2个男人朝我扑来。林建军赶紧转身，拿出事先藏好的电锯拉响，刺耳的轰鸣声瞬间镇住了他们。我趁机飞速跑到门后，按下了电网开关。林建军举着疯狂转动的电锯，苏慧也拿起木棍跟在他身后，一步步将王德发一行人逼出房子。落日的最后一丝余晖洒在院子里，王虎后退时没注意，大半的后背暴露在阳光下，裸露的皮肤瞬间被烫伤，很快就起了水泡。他尖叫一声，疼得站不稳，跌坐在地，双眼一闭，晕了过去。我们步步紧逼，那2个男人见状心一横，举着铁锨就冲上来，可铁锨哪里敌得过电锯，3两下就被锯得4分5裂。他们见打不过林建军，就想绕路去偷袭苏慧。林建军见他们狗急跳墙，要伤害家人，也不再留手，捂着电锯迎了上去。我赶紧上前拉住苏慧，退回屋里。混乱中鲜血四溅，哀嚎声此起彼伏，王德发一行人只能不停后退。村长不能再退了，后面是电网。其中一个男人颤颤巍巍地喊道。王德发这才回过神，身前是林建军举着电锯步步紧逼，身后是通电的围栏，虎视眈眈，瞬间慌了神。其实末世刚开始没多久，他们就断了粮，村里不比城里高价还能买到点东西，村里大多自给自足，小卖部隔了老远，他们早就饿得面黄肌瘦。若不是王虎挑拨说我家有物资，他们根本没力气找上门。王德发连连求饶，就差跪下来，他们脚下已经积了一滩血。王三的手臂无力下垂，伤得不轻，王四失血过多，摇摇欲坠，王虎还晕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林建军看火候差不多了，也不想做得太绝。王德发，我今天敬你一声村长，还留着几分人性，要是哪天逼急了，谁也顾不上谁。收到林建军的示意，我关掉了电网。王德发赶紧拖着晕过去的王虎，带着剩下的人灰溜溜地逃离了院子，只留下满地狼藉。夜色中，林建军独自站在院子里，身上沾满血迹，汗液与血水混在一起，将衣服浸得透湿。苏慧赶紧跑出去，把他拉回地下室。燥热的空气瞬间被隔绝在外。爸爸，我满心担忧地喊了一声：婉婉，别怕，爸爸在。简单一句话让我鼻子一酸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，心里又酸又暖。这就是家人，永远是最坚实的后盾。林建军去清洗身上的血迹，苏慧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搂着我。婉婉，妈妈知道今天王三、王四受伤，你心里不好受，但末世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，人心只会越来越险恶。别怕，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。听着他的安慰，我心中的忧虑和不适渐渐消散，也更加坚定了守护家人的决心。这一晚是末世以来我睡得最安稳的一觉。高温已经持续了整整1个月，山里的电在王德发他们上门的第2天就断了。好在我们家设备齐全，柴油发电机、制冰机一应俱全，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我心里惦记着城里的胡志强一家，再次打开监控，画面却是一片漆黑，显示着插上电源的字样。显然城里也已经彻底停水停电了。我只好翻出断电前的监控回放，看看他们最后的结局。1个多月前，赵磊和孙浩占领了我们原来的房子，分别霸占了2个房间。胡志强被打晕后，张兰只能拖着他和胡小胖缩在厨房里过夜。第2天，张兰被嗡嗡的蚊子声吵醒，一睁眼就发现他们周围围了10几只吸血蚊，一只正趴在胡小胖身上吸血，鼓起一个大包，另一只已经对准了他。他慌忙挥走自己身上的蚊子，又去拍打胡小胖身上的，却没注意到蚊子锋利的口气已经在他手上划开一道伤口。吸血蚊本就顽固，我们当初也是靠电蚊拍加杀虫剂才勉强清除。张兰他们手无寸铁，根本无力抵挡。胡小胖本就因为连日饥饿，面色凹陷，精神萎靡，被吸血蚊吸走不少血后，状态更差了。等张兰缓过神去看胡志强时，他身上已经爬满了蚊子，本就只剩一口气的他，这次彻底没了呼吸。张兰扑上去鬼哭狼嚎，这哭声吵醒了赵磊和孙浩。他们出来看到满天大蚊子和被吸成人干的胡志强，也吓了一跳，赶紧拿起武器灭蚊，好半天才将蚊子尽数消灭。死了就扔出去，晦气！
赵磊踢了踢胡志强的尸体，语气冷漠。张兰抱着胡小胖不敢吱声，趁着他们抬尸体出去的间隙，我听见他低声念叨：“他爸，你死了，我和小胖还得活下去。要怪就怪你太没用。”我不禁气笑，这一家人的自私真是刻在骨子里。大难临头，果然各自飞。到了晚上，胡小胖发起高烧，烧得迷迷糊糊说起了胡话。张兰吓坏了，翻箱倒柜找药，家里确实有少量药品，但末世里药品比黄金还珍贵。赵磊和孙浩早就藏了起来，怎么可能放在外面？他翻动的动静太大，大半夜又把赵磊和孙浩吵醒，两人怒火中烧，一脚将张兰踢出去老远。他撞在墙角，疼得半天动弹不得。赵磊和孙浩坐在沙发上抽烟，张兰缓了好一阵，才慢慢爬起来，一边往他们身边爬，一边解开自己的衣服。求求你们，我儿子发烧了，给我一颗退烧药就行，就一颗。他哭得狼狈不堪，匍匐在两人脚下，身上只剩一件内衣。连日的饥饿让他瘦骨嶙峋，突出的脊椎清晰可见，毫无美感可言。赵磊和孙浩玩味地看着他，半晌后哈哈大笑起来。就你这不分前胸后背的老东西，也配要药？笑够了。孙浩一脚踢在他肚子上，把他踹到桌子底下，还用绳子将他和桌子腿绑在一起，往他身上吐了口唾沫。老东西，老实待着。随后赵磊拿出一颗退烧药，走到昏睡的胡小胖面前，把药塞进他嘴里。我清楚地从他脸上看到了贪婪，果然他冷笑一声，说出残忍的话：小东西，好好长，你可是细皮嫩肉的两脚羊，可遇不可求。说完，两人便转身回房睡觉了。张兰没穿衣服，裸露的皮肤格外吸引蚊子，她终究没能熬过那个晚上。胡小胖虽然退了烧，却没能躲过后续出现的变异红眼耗子，最终被耗子拖走。母子俩的尸体最后都被赵磊和孙浩扔出了门外。看到这里，我放下手机，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。前世的种种因果，终于有了结局。我心里没有痛快，也没有怜悯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之后，我们一家在山里又生活了3年。这期间，我们经历了高温、极寒、大雾、极昼和极夜，日子虽然艰苦，却因为一家3口相依为命，从未觉得男孩，更没有失去希望。第4年春节，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饺子，爷爷林守义留下的老旧收音机突然传来沙沙声，紧接着一道浑厚又振奋的男声响起：各位国民们，今日发出通知，气温、天气均已恢复正常，末世已过，欢迎各位回家。我立刻跑出地下室，眼前一片明朗，远山清晰可见，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，门前的老核桃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。我和林建军、苏慧相拥而泣，所有的坚守和等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。1个月后，我们收拾好行李返回城市，眼前虽百废待兴，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幸福笑容。后来听说，赵磊和孙浩早在高温末世初期就被赶来的军队管制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真好，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，一直都在默默努力。这场跨越数年的末世，终究在家人的陪伴和国家的守护下结束了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们终将迎着阳光，重新拥抱崭新的生活。